科技有温度，吐槽有风度，测评很鬼畜，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放的黑丝科技，我是司机小熊。前段时间我们静态体验了小鹏 GX， 沙发、彩电、双开门冰箱都配齐了，跟带轮子的精装大平层似的。不过车终究是用来开的，驾乘体验到底有什么表现，还得上路才能见真章。虽然是纯电，小鹏 GX 的续航也做到了750公里，放在同级市区里已经是天花板水平了。选纯电的朋友，大部分应该都是市区通勤为主。小鹏 GX 支持800伏加5C 超充，就算晚上忘记充电，早上出门前吃个早餐的功夫，12分钟就能充进去525公里，妥妥够用1个礼拜。续航焦虑那是不存在的。动力方面，纯电版足足585匹马力。储备很硬核，0-100加速只要4.7秒，所以开起来感觉很直白，起步超车的爆发力相当强。平时我自己开车通勤比较多，一直有点怕大车不好驾驭，所以选车偏向紧凑点的小轿跑。但今天开完小鹏 GX， 我居然有冲动安利我爸换车了，因为这车对我这种车技只能上 NPC 的人来说都足够好开，甚至有点打破我对大车的刻板印象。最明显的亮点是它用了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，转弯半径只有5.4米，比一些 A0 级小车还要小。这个线控转向真的很有说法，平时走窄路掉头，方向盘左3圈右3圈，戳的手都快冒火星子了。但打开线控转向之后，过同样的弯，方向盘不用打那么多了，因为转向比会自动调节，而且这个过程几乎无感。比如在停车场里低速转向，方向盘半圈多一点就已经打满舵了。线控转向简单来说就是现在方向盘跟车轮搞柏拉图了，它们之间不用靠梆硬的物理连接杆手牵手，而是用电信号来心灵交流。喂，这 CP 我有点磕到了呢。但如果你说，我用惯了传统方向盘，线控会不会不得劲？那倒也不用太纠结，因为它是有转向手感模拟的，跟九转大肠一样，它去除了大部分你用传统方向时让你不舒服的打手感，但保留了模拟出来的路感，让你开起来不会有电子味儿。可能有朋友会关心安全性，小鹏 GX 给线控转向系统做了4重安全备份，相当于1个上场，后面还站着3替补，谁不行了立刻能顶上。不光是转向、制动、驱动、供电、通信、解锁这些环节全部都做了冗余设计。还是那句话，安全豪华才是真豪华，用飞机的安全标准给 SUV 堆料，家庭用户开着才踏实。解答完顾虑再回到驾驶上，小鹏 GX 这套原生线控底盘的质感确实能给到夯。过颠簸路段不震手不打手，但路感依然有，能给我一定的驾驶乐趣。对后排乘客来说，颠簸也过滤得很到位，过弯很稳，刹车响应快，而且线性不点头，舒适这一块小鹏 GX 是拿捏住了。整车的 NVH 表现也值得说一嘴，看分贝仪就很直观，车里没什么路噪和风噪，相当静谧，再加上每个座位都很舒服，我都能想象到开这车出门，除了主驾还在当牛马，其他家人可能出发没多久就睡得打雷了。小鹏 GX 搭载第2代 V12A， 还是中国首款全站自研的 Robotaxi 量产原型车，这抬头你细品。这一代还新增了园区漫游功能，应该能戳中很多人的痛点。那我们接下来即将去体验小鹏 GX 涉水、8字碗转向，还有交叉轴脱困。那接下来我们首先体验的呢，就是这个8字碗转向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体验一下涉水，看看水深70厘米，我们的小鹏 GX 能否顺利通过吧。天哪，这个还有摄像头，这个水看的还是挺深的。哦，它现在是要排水的吗？OK，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交叉轴脱困，看一下我们的车辆在悬空的状态下，我们的4个门还有后备箱能否成功打开吧。歪过来了耶，
哇哇哇！哇，这是一个越野车吗？哦，你好，小 P。打开所有车门和后备箱。总的来说，小鹏 GX 的综合产品力确实够亮眼。亲自试驾体验后，应该能让不少绅士对全尺寸 SUV 改观，因为它能在保证空间够宽敞、乘坐够舒服的同时，不牺牲你的驾驶乐趣。动力输出有劲，操控也够灵活，尤其是转向这一块，哪怕在城市窄路，也不会有大车难开的笨重感，很好驾驭。好了，本期小鹏 GX 的动态体验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言讨论。贝贝司机在线求点赞、求关注、求转发，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